踏入长沙望城区，便能邂逅一座承载剪纸艺术灵魂的殿堂——华夏剪纸艺术博物馆。馆内精美剪纸琳琅满目，是剪纸艺术的汇聚地，而这一切离不开秦石胶爷爷70多年来的剪纸艺术创作上的不懈耕耘。其作品和技艺闻名海内外，让这座博物馆熠熠生辉。Hello， 大家好，我是安澜，祝大家朝朝如愿，谢谢安澜。今天我们来到了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县，来参观秦爷爷的私人博物馆。在这座私人博物馆里，有成千上万的剪纸作品。好了，大家就跟随着我一起去参观吧。嗨，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到了长沙市望城区。这个地方呢是华夏剪纸博物馆，是秦老先生秦石胶的一个私人博物馆。这个私人博物馆过来是不需要门票就可以来参观的，而且周边停车非常方便，也不用钱。它坐落在雷锋的一座纪念馆里，非常的方便，也非常的容易。秦老他是在中国属于泰斗级的人物，南有秦石胶，北有傅作荣，在中国的就是南秦北傅，这两位都是泰斗级的人物，在中国剪纸界都是响当当的、不可替代的两位剪纸大师，而且他们的作品在全世界都引起了非常大的轰动。好，现在我们就进去看看这座私人博物馆里面都有哪些绝世佳作。好了，现在我们走到2楼，看看秦老的一些诠释之作。上面是当地的一些人大代表的一个合影。这个是2楼，正前方就是秦老的一幅巨作，它的展列室在4楼。我们现在上到3楼、4楼去看一下。这上面这幅剪纸是什么？我不太认识。家和万事兴，秦氏剪纸世家。这是作品实物陈列室。秦氏剪纸世家发端于楚文化底蕴丰厚、深受乡镇地域文化、煤商文化影响的长沙市望城区白洛铺一带，曾第一代文正卿公元1877年到1932年，到现在已经经历了1个半世纪，先后有6代传人，造就剪纸艺术人才30多个，其中文正坤、秦石胶在国内外都有一定的影响力，人属辈出，后继有人。在全国剪纸世家中有南秦北傅之称，南秦指的就是秦石胶秦老先生，北傅指的是黑龙江傅作人家族。他们的事迹载入中国民间剪纸史和中国南方各族民间剪纸研究2部权威著作。这边是剪纸基本陈列简介。本剪馆基本陈列为传统民间剪纸和现代创作剪纸2个部分。传统民间剪纸在全国都有，有开口型、工细型、打毛型、湿彩型、折剪型、绣稿型。这是剪纸基本陈列简介。这是民间传统剪纸，
粗犷型。好，我们先进去第一个展馆去看一下。哇哦，好多剪纸。这是秦氏剪纸4家代表性传承人，上面有详细的介绍。文正坤，公元1913年到2004年，年轻的时候以纸扎业谋生，有民间废发作品，入选全国农民画展，一生留下了1万多幅剪纸作品。第2位就是秦有德，公元1910年到1967年，年轻时师承岳父文正清学纸扎，将民间的各种吉祥图文，如8极文、古钱文，剪得非常漂亮，并表达了美好的寓意。第3位就是秦桂英，公元1930年到公元1997年，善剪猫、狗、猴、鸡等小动物和推车、抬轿、养猪等生活场景，以及民间民宅、古庙综合折剪的表现手法。作品入选了湖南民间美术全集和悠悠剪纸行。第4位就是秦老先生秦时交，生于公元1938年，是中华文化促进会剪纸艺术委员会的前副主任，39部剪纸著作出版，去日本、德国等很多国家进行交流访问，获得了中华剪纸艺术委员会终身成就奖和全国10大神剪的称号。何玉梅是生于公元1938年到公元2016年，先后是在全国剪纸大赛中获得银奖，出版《发鸟剪纸计划》等5部著作。然后下面都是一些省级非遗传承人，像秦维仁、秦林勋、秦林霞、秦球。这是秦氏剪纸4家代表性传承人的一个介绍。这是秦氏剪纸4家世系图，从第1代文正清，外祖父、外祖母是袁爱吾，祖父秦训清，祖母陈氏。这是他们秦家的一个世系图。好，我们看一下他的一些剪纸画作。这是蝴蝶、蝙蝠，这个是秦有德、文正坤的传统民间艺术展。这是文正清纸扎艺术遗物。这里的话应该就是一些花花草草。对，这个应该是花草类。这是秦有德、文正坤的作品。然后这是眉山剪纸，纸菩萨。哇，我都不认识。然后这里是也是眉山剪纸，纸菩萨。这是2017年他们秦老先生一家的在这里面一起来剪纸。这上面也是眉山剪纸，纸菩萨。那个怎么长得好像猪八戒？第1排第2个。第1个应该是孙悟空。不是孙悟空。第1个是孙悟空，第2个是猪八戒，第3个唐僧，第4个就是沙和尚。但是我怎么感觉第1个好像是沙和尚，最后一个才是。对对对，第1个是沙和尚挑着担子，最后一个是孙悟空拿着金箍棒，没错。这个也是纸菩萨眉山剪纸，剪得非常的栩栩如生，功力非常的深厚。好细致啊！你看这个胡子。是的。每一根都做得非常好，我们再看看这上面的剪纸艺术。这上面是中国电信彩印秦时交剪纸，
图形。这是12生肖。对，他们的这个称值卡，以前用的12生肖就是采用的秦老先生的剪纸图形。就以前的电信卡、IC 卡、打电话的称值卡，都用的是他的。中国电信就使用的是秦老先生的创作。这全部是秦老先生发表的一些杂志捐版，在一些不同的刊物上的一些著作，所以就有南秦北赋的赞誉。北赋是指黑龙江傅作人家族，他们主要是特制的宣纸制作。这是狮子滚绣球，这个是眉山剪纸纸菩萨。我们看看这个台发教秦归英的作品。这就是以前女孩出嫁就要很多人谈花轿是吗？是的，这是水上娱乐园，也是秦归英的作品。这一幅是何玉梅刚刚里面提到的，这是和平盛世。哇，好多个子，它的羽毛，我不敢想象它是怎么剪出来的。待会儿你要是能得到秦爷爷的讲解，或者秦爷爷愿意见我们，那当然是最好了。看这上面是剪纸计划、巧剪百发、剪纸大图谱，然后就是以前的剪纸的一些工具，剪刀啊、铅笔。这幅是何玉梅、秦林君共同创作的《百鸟朝凤》。百鸟朝凤。中间的就是一只凤凰，其他都是那种普通的小鸟。是的，有一个唢呐，吹唢呐的，专门有个曲子就叫《百鸟朝凤》啊，吹得很棒，非常好听。然后这一幅是商凤牡丹，这是秦老先生的巨作。好好看，它是对称的。是的，非常漂亮。这是方乐的铜鼓琴球，他们真的一双巧手剪出来的东西太漂亮了，这是爸爸第一次见这么漂亮的一些剪纸。这是副斧头，这是两副，也是秦为人剪的。这是12生肖擎天柱，这上面是赶伏鸭，就是爸爸在小时候帮别人看鸭子。你看剪得非常棒，栩栩如生的一幅画，活灵活现。他不仅把这些鸭子剪得非常的细致，连旁边的这些景物啊，就比如这棵柳树，它上面的叶子都非常的好看。上面呢还有人洗衣服。洗衣服，然后上面有人，有一个小女孩，还有一只鸟叼了一只橙子，或者是树棍，应该是橙子，是吧？看到没有？剪得非常的棒，各个细节考虑得非常周到。然后这里这一个小细节，应该是一只狗，对吧？这只狗好小啊。是的，它都是一些特殊的。好，我们去另外的展示看一下。这边是绣稿型、折剪型的剪纸展览厅。折剪是全国各地普遍都有的一种剪法，大多数为左右上下对称或真心对称的构图折剪，是湖南长沙、湘潭一带自古流传一种针合折剪的方法。这种方法以折剪为主，但折剪手法方便灵活，多种多样，有时一折一剪，有时一折多剪或多折一剪，有时折剪或单剪配合进行，
而且这种折剪往往是不发稿，长手剪。代表性的人物有文正坤、黄大哀。这是福寿平安。这上面竟然还有折痕。是的，这个可能是宣纸剪的。这是佛手，寓意福寿。这一幅是大鹏金翅鸟。这一幅是平发二父。这一幅是折枝发四父。这些画好看的。你待会要是秦爷爷能教一下你，或者亲自剪一幅给你，那是最好不过啊。就看我们有没有这个福气啊。发兰双喜。这是平发。上面还有鸟。这是以前剪纸的样稿。这是湘西自治州民间艺人任杰花所绘的剪纸样稿。秦老先生他在年轻的时候基本上拜访过全国各地的一些名家民间剪纸艺术的高人，然后呢进行人和创作，现在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这幅是浙江乐清市细纹刻纸，堪称中国民间艺术一绝。这是已故著名艺人陈昭芬的相片作品双鱼活印过的刻刀蜡板。这边是湖北雕花剪纸和孝馆吴俊启剪的整图花样，都是一些民间高人。这边就是绣稿型的剪纸的简介。过去的民间刺绣很多是用剪纸做样稿的，绣稿型的剪纸一般用白色剪纸，并带有一些只剪着暗口和小孔而不剔取纸屑的引线引点，有着特殊的艺术趣味。绣稿型的剪纸是普遍在湘西、湖北、贵州、云南等地，代表作者有黄靠天是湖南的，任杰花是湖南的，王安丽是贵州的，潘套九贵州。这上面是浮世花，在贵州，因为贵州少数民族多，所以他们剪色的更多的是带有他们地方特色的。这是绣花稿，黄靠天。这些作品我们在互联网上或者在一些资料上估计都很难看得到，因为这是秦老先生的毕生心血所收集，然后腾心在他们基础上发扬光大，进行人和做出来的。而且这些都是一些故人啊，一些以前的一些名人名家的一些作品。刺绣出来的。这个是刺绣。这是香绣吗？对，有可能是香绣，上面没有标明。这个是刺绣。这上面是浮世发四幅，这是湖南吴湘英的剪纸艺术。今天我们就能大饱眼福，对不对？粗犷型剪纸，原生态传统民间剪纸是以粗犷朴实为最大特点。这一类型的剪纸几乎涵盖全国，最为集中的当属山西、陕西、甘肃、宁夏、内蒙古、新疆等地。剪纸非常工细，江南亦有这种类型的民间剪纸。
像陕西的高凤年、曹殿祥，山西的张灵昭，甘肃的秦秀梅，福建的林桃，湖南的祝义士，当属粗犷型的代表人物。这是人与龙，陕西。还是像一条龙，再仔细一看，发现这里是一个人，这是手，是脚。它这个就是人与人啊，右边是人，它上面这里应该是手，这边应该是手，对不对？手指头，然后这就是龙头了。对，然后这里呢是脚，然后这一边是神鱼屏，甘肃的全氏文祥。这是每一个地方的一个特色剪纸，在中国各地的一个代表神作。感觉我这只适合剪粗犷型。待会儿再看看龙凤太极，这是4圈的代表作。好，我们再进去这个房间看一下。江苏没有名字，属于市名。树比南山，松。这个剪纸就有另类的一种特色，对不对？它每一个图案都是一样的。是的，这上面是柱树头，这是套色剪纸，应该属于。也就是说不是，这是衬色剪纸。树心头，山登冰珠，温绍明创作的。也就是说，他们是用黑色的纸剪出一个线稿，然后在这线稿中间涂色吗？这上面写的你看，库舒兰剪纸艺术欣赏，陕西的剪花良纸库舒兰叠彩剪纸，在香港和台湾都产生过轰动效应。这是库舒兰正在剪纸的照片。看上去是少数民族的一位奶奶。然后这一幅是辽宁沈阳王贵芳创作的金纸衬色剪纸，看，它又是与众不同的一种剪纸法。也就是今天我们在这个展览馆可以欣赏到全国各地不同的一些民间，还有在社会上产生非常深远影响的一些剪纸。这个孔雀金色的线稿配这种美丽的颜色，显得格外的好看。这是剪花良纸，陕西库舒兰的作品。剪得非常棒，好像是少数民族剪出来的。是的，这一幅呢是福大姐文正坤的一幅作品。你看它下面剪的套色是不是衬色剪得非常棒，对吧？它就是在一张纸上剪出不同的这种结构画像。好，我们再看看这一幅是剪费仓花，这是山东市民的。这上面还有线稿，上面写的是什么呀？早生贵子。这是海底世界，广东市民的。哇，这都是一些民间剪纸，他们可能用当地的一些纸张啊，因为每个地方他们用的纸张都会不一样，他们的剪法也会不一样。感觉我画都画不出来呀。这幅画估计画多很累，需要好多的时间和精力。这是戏剧人物染色剪纸，这是河北市民。今天过来真的不枉此行。通过这个秦老先生的博物馆，他建的一个私人博物馆，随时可以过来参观，叫望城县
华夏剪纸博物馆，位于湖南省长沙市，大家随时可以过来，通过百度或者是高德地图，随时可以到这里来参观，不需要门票，路边停车也非常的方便。好，现在我们继续来欣赏钱老先生的博物馆里面的一些巨作。这是魏县染色剪纸，河北陈月新。我终于知道它为什么要叫染色剪纸。我刚刚细看了一下，它应该最开始就是用白色的纸剪出来，之后再用画笔画上去的颜色。上面是这么介绍的吗？是不是这么介绍的？还是你自己个人想的、猜测的？是我自己个人猜测的。看它每一幅剪纸上面都有个寓意，看到吗？它这上面都没有脱落的，它都剪在一起的，看到没有？叫积盈富贵。这是记事格子花，湖南秦有德的作品。像这种剪纸，基本上在书本上或者是一些自媒体或者是网络上很少能看得到。这叫湿彩型剪纸的一个说明，民间多色剪纸施彩的方法很多，像河北魏县、分宁县、山西广宁、浙江温州一带是彩染，代表人物有王老赏、任玉德；广东佛山是彩衬，代表人物有江根和、梁直言；山东烟台、甘肃天水、河北山河、湖南望城是彩绘，其中望城彩绘剪纸中的一部分采用线描，叫钩描，代表人物有赵景安、秦有德、文正坤。像陕西旬邑是叠彩，代表人物是库苏兰。江苏还有一种特殊的方法叫泛彩，俗称放糖纸。湿彩型剪纸五颜六色，使中华民间剪纸绚丽多彩。的确，我们看到了这个展厅里面的一些剪纸与众不同，可以大饱眼福。好，我们现在去下一个展厅看看。这是蛇、庞兔等3幅，上面是鸡、老虎，对吧？这下面是老虎，上面是蛇、鸡。蛇的中间是兔子。蛇的中间是兔子吗？对了，没错，爸爸刚刚都忽略了。这里就是一头牛，这里有蛇、兔子、金蝉，还有鸟。是的，一幅图里面有好多种动物，上面就是人和牛。在身上还有人呢。是的，然后这是2010年创作的，作者叫杨毅，山西人。一张纸在这些大神手上能够剪出活灵活现的动植物，让人赏心悦目。这里就是青菜和兔子。这里就是鸡和花。这里是江苏的张吉庚的创作，上面是狮、蝶、孔雀，上海的王子干。这个展厅里面它有3种不同类型的剪纸。先我们看看开口型剪纸，它的一个说明是呈头形轮廓，外部剪一条口，深入头形内部，再进行掏空剪入，
进行造型检视的一种方法。这种方法被称为剪肉法。剪肉的剪口有明口和暗口两种，其中明口经和理组合，形成极为单纯但又变化丰富的装饰图案，在作品中产生一种特殊的装饰效果，质朴厚重，秀丽清新，自然和谐，浑然天成。主要在江苏、南京、上海一带，这种剪纸非常的突出也明显，代表性艺人有王子干、张颖树、张吉根。这幅画就会剪得会比较大气，是大分书。两位父母在摘苹果还是桃子？这是金鱼窗新花，山东还有甘肃两位的共同作品。这是高密剪纸，山东。看它这些人物，还有一些发鸟神兽，剪的是非常的细致和小巧。它这些人物的身体都是镂空的。是的，所以这种手指的剪法要求对人的这种手艺啊，还有他的耐心啊，都要求非常高。这是打毛型剪纸的一种说明，叫角刺纹。角刺纹应该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南秦北复。北复就是以角刺纹著称，专门用特制的宣纸。北复刚刚说过，就是黑龙江傅作人家族，这是他们独有的一门剪纸技艺。它有粗有细，山东潍坊高密一带民间剪纸中，这种纹饰特别细长，被称作打毛。在作品中，由于打毛的大量使用，成为这些地方剪纸的一种具有代表性符号。民间艺人中打毛的人手很多，蓝淑荣被称为天下第一打毛高手，其次还有于平、任平等一些民间高人。这是商喜生肖。呀，为什么这些生肖长得有点奇怪？因为它们的顺序是不一样的，而且我记得生肖里面是没有飞鸟的呀，只有鸡呀。它既然叫商喜生肖，它肯定是你没有看透。像这个有狗，那个是鸡、蛇、手啊，它肯定这个是12生肖啊。它只是剪的在这个喜字上，诚心把这12生肖叠在这上面，这叫套子，叫角刺纹。看上去像是两副剪纸叠在上面，其实就是同时剪的，在一个剪纸上面。我们近距离可以看一下，从远处看像两副剪纸叠在一起，实际上它就是一张纸里面剪出来的效果。好，现在我们再看一下，这上面是全国刻纸名家印过的刻刀，剪纸上刻有杭州张小泉特制。张小泉在国内做这种剪刀啊、刀具这块是非常有名的，也是一个非遗传承人。哇，这里的格子密密麻麻的。这是浙江乐清著名细纹刻纸艺术家卢发良的作品《孔子》，剪得非常的棒。
细看，它每个格子里面的花纹都是不一样的。是的。所以我们近距离拍摄，大家可以好好的欣赏一下这些剪纸的巧夺天工啊。非常有特色。如果要想把这些手艺学到家，没有个20-30年的沉淀，达不到这种登峰造极的这种成就。这是细纹刻纸3幅，浙江。这里是一只猫。我们近距离看一下。这里应该就是孙悟空啊。这是孙悟空。这是人形。这是花卉。这些人剪的特别棒，对不对？好，我们看看4女2妇。所以这些著作去一些展览馆可能都还看不到这么多有代表性、传承性的一些剪纸艺术，但是在秦老先生私人建立的这座华夏剪纸博物馆，能让你大饱眼福，不忘此行。这是人、侍女、鸡。这个好像是兔爷。这幅画是什么？看书看过，就是之前人们他生病没有人治，于是嫦娥就派下一只兔子去治病。然后后面人们为了感谢那只兔子，于是把那只兔子叫成兔爷。你这个是从哪里看到的？就是从杂志书本上面看到的。所以我们要多阅读，对不对？这样子就能够知道更多的文化知识。这上面认识吗？蛟龙。这是侍女，看着有点像林黛玉啊。这个是北京的一位民间高手，市民，不知道他的全名。博古平发3妇，河北的2位高手。这个也全都是镂空的。这是镂空画。这幅画也是属于镂空性质。这是中国民间剪纸的另外一个技艺，叫工细型。中国民间剪纸涵盖全国的类型，绝不只有粗犷型的一种，与其对应的工细型剪纸也很普遍，在浙江、江苏、广东、黑龙江、北京各地商品经济发展较早的地区，这类型的剪纸最具代表性。中间最有代表人物采用剪纸的艺人有张颖树，江苏的；广东的江公和，广东的新在省，都是刻刀刻制的艺人，有陈昭芬，浙江的，还有林邦邓、卢发良，江苏的瑞金富，湖南的黄靠天，湖北的蒋在普。好，我们再去另外一个房间看看，这是2展室。我们应该还有一个展室，就是1展室。这是蝴蝶吸金瓜，看看这个剪纸。2只蝴蝶，大概是2只蝴蝶，但是在蝴蝶的翅膀里还可以找到很多的蝴蝶。对的，还有能看到其他的一些剪纸创作吗？上面还有花、草。
应该就是主要是蝴蝶为主了。这幅是年年红花，这是吴生平，记得了吧？吴生平是谁呀？哦，那个吴爷爷呀，我们之前拍过，他是指引的，但是他也是剪纸。我们在他的私人博物馆也看过一些剪纸的作品。是的，像湖南湘潭的吴生平，他是指引系的泰斗系人物，我们已经有拜访过，而且我们也有拍过视频，大家不妨可以关注一下湘潭指引器的那期视频。北有吴生平，北有齐永红，就像现在我们所在地的华夏剪纸博物馆中的南秦北傅，都属于泰斗级的人物。既然湘潭的吴生平他是指引系的泰斗，那么他对剪纸这块肯定也是当仁不让的一位民间高手。只不过上次我们去吴爷爷家的时候，是因为他有90岁的高龄，可能而且我们在视频中也说过，他在10多年前在台湾进行表演的时候，不小心出了一点点事故，导致对他身体造成了一些伤害。好，我们现在继续来欣赏秦老先生秦时娇他的博物馆里面的一些收藏作品。这是福寿喜发，这好像是个桃子，这里呢就是石榴，还有鸟和牡丹。是这幅画呢，办喜事热炕头，这个应该就是山东的一个特色。甘肃属于甘肃河峡的作品，在甘肃他们都是喜欢住什么？这边是窑洞、窑仓，这是住在窑洞上面，这是窑洞，他们都喜欢搞个炕，烧火取暖。在古代剪得非常的细致，带有非常强烈的地方特色，一眼就能够让我们感受到北方的生活习俗的一个场景。好，我们现在到一展示。好了，现在我们来看看一展示的一些作品。金猴送福，金猴送福，江苏陈耀作品。我们有去过其他的一些剪纸的一些博物馆，还有昨天去过的雨花区非遗博物馆，虽然也有剪纸，但是根本就没办法看到这些剪纸的一些独有的艺术特色。这是安徽的作品。感觉他们是粗犷型的。是的。好，我们再看看煮虾等五步，这是煮虾，它是一个什么意思呢？上面没有太多的一个它这里好像只剪了花介绍。但是感觉这里要明确一点，旁边都是虾，中间的锅里有一条鱼。这虾都往锅里钻。你这里面的作品真的没见过，真的非常棒嘞。您看的这个300多到400多幅，这是3楼和4楼，只是其中的一点点。那目前爷爷收藏的话将近有18000到2000件的，就没对外公开过。没对外公开过的因为第一是地方有限第二的话就是所有的剪纸，那么展示出来它是一个不可逆的损伤它这个是没有办法永久的保存很好的。就是它的密封性还有它的那个。对，因为像它这个的话，就是第一是阳光第二是时间那个温度像这里的话就是爷爷的那个卷轴，因为剪纸也可以用卷轴做表。那在这边对，这是他别人送给他的，也有他自己创作的。那这个是他的一些奖章证书，很多，这柜子全部都是他目前为止是拿了2个终身成就奖那么这个里面就是爷爷的藏书阁他特别爱看书所有的
啊，剪纸类的藏书史。书，对，包括别人送的，因为像很多全部都是很有名的一些老师的一些就是编辑的一些书都在这个里面。剪纸的所有剪纸类的书，这包括你在图书馆好、博物馆好也看不到这些资料的。是的，是的。我在图书馆里找很久很久才能找到，最多只能找到5本这种剪纸的书，最少它只能找到1本。对，像这个里面的话就是像什么当代和你刚刚在上面看到是不是有一个3楼的一个就是民间传统部分，对不对？还有一个4楼的现代部分，为什么把这2个分开？这个是有原因。它是为什么怎么区分它是当代的或者是民间的啊？我们就是根据时代来分的，晓得吧？那之前就是说像爷爷他们这一辈都是属于老手艺人，那像现在很多剪纸都是你发现没有，都有很多年轻的，对不对？就包括男的也好，女的也好啊，现在很多男的也会剪纸，剪得特别好。我们大部分的剪纸老师都是男的，剪得特别好，他们。只是说出生在现代的这个年龄段啊，就是他们就属于现代创新部分的一个剪纸老师，所以他这个是有区分的。这里面很多的都是有名的啊，全国、陕西特别厉害的剪纸，酷书男代表。是的。你有时间让爸爸跟妈妈给你搜一下酷书男，陕西的啊，简花娘子，他的故事。很励志。是的，我们在3楼看到了是吧？那个马卡龙的颜色，那个是不是？对，那个作品有30几年，是爷爷之前收藏的，它现在就是颜色有褪色。是的，因为它这个剪纸就像你刚刚所说的，如果要保存不到，它就褪色掉了，就失去了它原有的那种光彩。它这个是一个不可逆的损伤。对的，对的。这边也是一些收集。苏州的李希特老师跟爷爷也是好朋友，他是做剪影。他闭关4年，他之前也是做剪纸啊，但是他现在就是自己在做一个剪影，剪那个人的侧面那么他就是做这个人像剪影，花了4年的时间自己在研究这个，现在做的蛮好的。我吴老先生我也去拜访过他，他是指引系这块是非常厉害的，在全国也是非常有名的。爷爷，我们来了要打扰秦老了。秦爷爷你好。这是我的女儿。哎，看。好。好多岁？我已经有11岁了。好的。11岁。11岁啊？在读小学。马上读6年级了。好，看去那边坐。这些就是爷爷的一些作品啊，他现在目前是有点事情在做整理。我们家的剪纸的人都从我外公外婆开始。这个小时候因为喜欢嘛，一直这么多年了。我今年87了，87这个从读书的时候起，还没读书的时候起一直到后来读书，到工作，到退休，我退休都30多年了。这一生基本上都没离开剪纸，因为是因为工作的时候不完全是搞剪纸但是一直也没有离开剪纸。不是因为搞其他的工作，原来搞公司的工作后来才因为机关工作，尽管有其他的事情做，但是剪纸一直没留。你们今天来的不巧最近我集中精力在把我这一生搞的剪纸整理一下。这是我当时搞的剪纸，整整2万件以上。2万件？2万件。那这里需要你差不多40-50年的经历啊。这不是。还不止吧？我是从1957年开始发表作品。57年开始，那就有快70年了。快70年了。开始学习和玩剪纸，小时候到现在是80多年。这个剪纸创作是从1957年开始，
一直到现在是70多年，啊，现在我要把这一生所做的事情，啊，这个整理一下，是这个，因为搞了这么多作品吧，我就是不整理一下，那个没得办法传下去啊。我进这个博物馆是2000年，2000年进的这个博物馆，那就到今天就有25年了。25年，进这个，所以剪纸，如果说你真正要学好它，要学到一点东西，你还得花点功夫，啊。你11岁是吧？我对我的儿子和孙子，我都是这样讲的啊。剪纸，这个群众文化活动，啊，外国有没有剪纸？也有剪纸，但是它跟我们的剪纸不同，啊。而且呢，我们中国搞剪纸的人，刚才我讲的人数这么多，而且我们的历史非常悠久，啊，子女的啊，你现在。如果开始学习的时候，首先看一点书，啊，找一点有关的书看啊。我这里也有书，光是我去剪纸的书我都去了40，要看些书，要懂得基本原理。剪纸跟画画是个什么样的关系呢？能够学一点画，啊，懂得一点绘画的有点基础。对剪纸有好处，但是你要晓得，绘画和剪纸它也不有关系，但是又不和你是一码事。绘画和你是一种写实的这个方法，啊，外国的剪纸我才刚才讲，我不可能展开跟详细讲啊，就是外国的剪纸也有，但是它的剪纸大部分是写实的为主，啊。这个英国的、法国的、德国的这些国家的剪纸都比较写实。安德森，他这个作家他就不同，他除了写文章以外，除了写动画以外，啊，他还搞剪纸，他的这个剪纸和我们中国的剪纸多少有一点相同的地方。啊，所以国外的如果有机会的话，那你也可以学习一下啊。但是首先就要学中国的传统的剪纸，啊，每一个东西你不是剪一次你就会剪得很好的啊。12生肖是12种动物，我这12种动物每种最少的剪得200个以上。你看你都多花时间，多练习，啊，多的像这个鸡，我最喜欢剪的啊，最熟练的，我剪了1000多个，1000多个。我们剪过剪鸡啊，这是我剪的4只鸡。这个4只鸡，我们平常剪的都是什么呢？都是两对称。两只鸡对称折着剪的，这样一折一剪的时候，这个鸡和这个鸡它就是两对称的，它不可能照一个方向。哦，也就是说，它展示出来的4只鸡，它原来只要剪2只鸡就够了。那这个按这个纸的针点剪对折。无论怎样对折，剪出来的都是两对称。这个剪的物体都是两对称。可是我这个剪的这个4个鸡照一个方向走的，啊，就不对称了。不对称的，你回去你试一下看，啊，就是这个4个还可以什么呢？还可以对折，还可以。这种两对称的这样一种这样的一种图画啊，
刚才我一讲，我也扯到这什么，安徒生，他是这样一得，他得去这个发现了奥妙，他能够进去一些这个对称的图形出来，但是因为他主要是这个是作家，主要是写动画的是吧？坚持在他的这个但是你这种漏洞分可以进蝴蝶，你这种漏洞分蝴蝶对称的露个三只蝴蝶就是露个翅膀，那你可以进去3个对称的蝴蝶出来，但是不对称的东西，鸡如果从这个面前，如果进三只鸡，你绝对就进不出来。这还是一个我反复的练习啊，这个问题我已经能够进得去了。这是4个三只鸡我也进得去啊。但是你就已经把这些不可能变为可能，哎，对，突破了这个剪纸界的一个瓶颈对。我这幅画给我的第一感觉，我以为是画的，对不对？但是这是出于勤劳的手，剪得太棒了，看起来。你给我拿个看一下我也很高兴啊！我就没办法，我就今天就是这样。没关系。你这个是属于这一般都是真人的。我现在经过。你现在还有在梳头吗？这个学生都是这真人啊。我现在还是经过我还只收到有15个投递。啊，你在整个全国只收到15个投递。台湾那个算不算你的学生？那不算，那不算你的学生。那这是正式拜师的。这正式拜师是25位投递。对。那基本上也学到了你的一些很多一些全程啊。那就不打扰你工作了，不打扰你工作了。好，要不要照个相呢？还没有照相嘛？来，好，你给我照个相。对的，好的，可以，行，好，谢谢，也是因为谢谢星爷呀。好，谢谢星爷，谢谢。好。今天大概眼见没有，他一直没见过，没有亲眼见过这个。我们也就是说去一些博物馆、一些展览馆见过，但是没有像今天这样见的这么多。看到没有，精美吗？哇！看到没有？还有我画都画不出来。肯定画不出来。你想这个图案啊。这个图案也是个问题，没关系，就这样看就可以了，就这样看了。对，这个好拼看，看没有？看到吗？你从任何一个角度，我们都找不到这样的好的。这都是交织的，这几层，这中间我为什么我在提示呢？就是这个中间的它不是贴起来的，是这几层，实际上绿色是一层，深蓝色一层，黄的一层，这个是的话因为加上去的，其他的这个中间你看都最后圈它的都是
这是我传承的一种新的方法，就是胶质陶瓷。听得明白？听没有这个秦爷爷的说法？胶质套色剪花。全世界没有其他的好这种形式，这是我的一种创造。对。那种这个婚庆剪纸啊，这些都是这都是我创造。这是风景，看吧，难得一见，真的难得一见。看看，这是我到日本去表演的时候，在火车上，我有发现这个之前是我看了一样的，就是你的简介或新闻报道，说你在火车上晃来晃去，突然一个灵感，这就把这个画剪的就非常非常有特色。所以说你看到没有，秦爷爷就是说他在无时无刻都在动脑筋，都在思考怎样让这幅画剪得更加生动、更加形象、更加逼真，更加全神，更富有这种灵感，富有灵魂。那么这幅画给人的感觉就看上去就是什么夺目一新，对不对？今天谢谢秦爷爷，谢谢秦爷爷，谢谢。这里秦爷爷，拜拜。好，谢谢谢谢你了，谢谢你了，谢谢你的。刚刚有一个小插曲，在拍摄这个一展尺的时候，因为刚刚秦老先生愿意接待我们，所以刚刚就去拜访他，跟他聊了很多，差不多聊了接近有1个小时。现在我们继续来参观全中国各地各位名家、不同省份的这些民间达人的一些创作。好，我们现在接着来开始欣赏。这是努尔哈赤的传说，吉林是清朝开国皇帝，清朝的奠基人努尔哈赤，他的儿子皇太极建立清朝，努尔哈赤建立的叫后金，也就是清朝的前身，前一个朝代。下面就是一些鸟、石榴、鱼，这是陕西，这是杨家将人物湖南的佚名。刚刚前面几个视频中拍到说错了，我一直说的市名其实叫佚名。这上面是感东，这是云南的特色。感东又叫东栅，是一种硬鱼。这个爸爸这个字不认识的张黄剪纸，采集自云南西藏边境神庙，它是应该是祭神的、拜神的一个特色剪纸。这是塞外，骆驼和鸟，这应该是鹤，或者是其他的神鸟。然后这边属于有特色的剪纸，像这个钟啊，这是秦老秦石胶从湖南望城桥头收集到的针片剪成的一个面具，姑姑像退白虎用的白虎。好，我们再看看这边的一个剪纸，这是安徽淮北陈国昭使用的橡皮垫板。看，这都是1941年编印的剪纸等手工艺的一些著作，一些剪纸的方法。上到今天为止有84年了，这本书。
啊，这是80几年的一些书，哇，就是怎样告诉你怎么去剪纸。这是湖南望城莲花镇叶家坝收集到的一本清朝末年的剪纸谱，这是全国唯一一本按剪纸实物彩印双线勾描的谱本，也就是我镜头的这本，是全国的唯一的一本，难得一见。所以大家如果有时间，或者你本人以及你的朋友、亲戚、子女对剪纸感艺术，不妨到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县，也就是现在的望城区，到秦老先生秦时交华夏剪纸博物馆过来参观，来这里学习。好，这是林奋陈祥，荷兰的王志生的一个著作，剪纸的，你看看它的整个神态与众不同。老汉与驴，对，这里幅画是刘海家园，这是以前的一个神话传说。这是结合现代的一个特色剪纸，上网就是按照我们现代人在家里上网啊，符合现代一个特色啊。这是荷兰的张秀琴，这里还写了一个日和月。对，就日代表白天，月代表晚上，日夜上网。这个是水族人的生活，贵州。这就是贵州的一些生活场景习俗，把他们当地的一个生活百态全部剪出来了。这是在干嘛？这个就肯定是当地民族的一个习俗。打面吗？有可能是打面或者是打糍粑这一类的东西。这个看起来像是在吃东西。对的。这是曹国舅脱靴，就是在八仙中里面的一个寓意故事。好，现在我们把3楼参观完毕了，我们再去4楼去看一看。好了，现在我们去4楼看一看，这是秦时交在为外国友人进行剪纸教学的一个场景。好，现在我们去4楼再看看，这是第2部分，现代创作剪纸。母子牛牧童，北京的创作。这是非常有特色的剪纸，叫帮助妈妈干活。这是北京的一位民间达人。这幅剪纸就是鱼龟，你看它的每一幅画，每一个剪纸，它所的手法、剪法以及人物、动物、植物所展现出来的东西都与众不同。狼的视野。好，我们先看看这个第4、第9展示。这好像是丝的耶，上面好像没有纸。这是属于丝纸，难怪。就是用手撕出来的这样的一幅剪纸用画作。手撕出来，竟然还可以撕得那么好。但是它撕的都很漂亮，对不对？是的。也就代表他心灵手巧。这是吉林的张杰，草原恋歌。内蒙古的，难怪那幅
水乡姑娘、萨满神，上面应该就是黑龙江少数民族的一个特有的剪纸。这是在40-50年代的一个符合历史的一个剪纸，叫《击务兵之歌》。这是剪的拖拉机，就符合现代艺术，也就是刚刚我们进门上到4楼的介绍，就是现代剪纸的一个造型。这个是宝钗扑蝶。哇哦！辽宁米萨、张金石2个共同创作的。真好看。这幅画剪得真的太自然、太逼真了。这是《牧羊曲》4圈的作品。这是仕女，山东鹤尾，他这2幅剪的镂空。也就是我们在秦老的博物馆，这座私人博物馆里面，把中国天南海北、海角天涯的，只要是剪纸界的，它都有收藏收集，让我们大饱眼福。春光明媚，黑龙江的白首庆回归，这是湖北的。这个剪纸也是剪纸，但是我们一眼看上去以为是一幅画作，而不是剪纸，但是它却是完全靠手工剪出来一个。这应该就是那个染出来的。是的，这里是菊花。猴胡头桑凤牡丹，看看它这个里面好多猴子。剪得非常的细，关键是它里面的一些细节啊，把握得非常到位。作为我一个外行，我没法用语言去评价或者去诉说他们的一些神作。这是绣球传情，全部是镂空的。这是广西。好，我们现在去到另外的展示，这是鱼龟。刚刚已经拍过了。好，我们看看这个展览室。这是童年，老子出关，亲情。哦，小老虎、大老虎、兔子。快乐一家子，牧人之子，观音。这真的细节呀！你看这幅画，它的细节剪得非常的细腻，而且每一处细节把握得非常之到位，把人物剪得非常的全神。虽然我也能画纸，但是感觉我最少得画1个星期。这个是外婆桥，有一个童谣是怎么说的？摇啊摇，摇到外婆桥。为什么要叫外婆桥？就是在那个年代，很多人都需要去见外婆啊，外婆都会给外甥准备好吃的啊、好玩的啊。大树，一头水牛，水牛上骑着一位牧童。这是浙江的作品。
这是小鸟在喂它的宝宝。好多鸟。这是安徽和上海的2位作品。这是大公鸡与鸡冠花，这是内蒙古的作品。春来早。满竹风情，这是贵州的。飞天故乡。哦，这是飞天。是甘肃的。是的，我在那个书里看过飞天。飞天就是指在天上飞的仙人。嗯。这是什么？鱼鳍。这应该是一个手拿着。应该是一个神兽来驱魔驱病的。上面也是福寿绵长。这个是一只蝙蝠。非常美好的寓意。这个也好精美。这是荷香亲属图，看看它这个剪纸，全部是这种镂空剪的，每一剪，每一个细节，叹为观止。如果从远处看，你没办法去判断它这眼前的这一幅画到底是剪纸还是手工画，或者是说相片。如果从远处看，只有近距离观看才知道。好，现在我们再看看另外2个展示的画作。这是内蒙古的嘎达梅林。这是成吉思汗。这是四川，因为四川少数民族比较多，所以他们很多一些人物雕刻啊，或者一些它的剪纸啊、艺术啊，会与众不同。这是浙江，这是湖南采茶芒。好，现在我们再进到这个展馆去看一看，这是7展史，刚刚那个是8展史。哦，这个花就是画出来的。这花是画出来的吗？是的。对，你看得比较仔细。所以经过发草，再加上它的剪纸搭配，是不是活灵活现，非常的意境？这是黑龙江的作品。这是12生肖选2，虎和龙，这是湖南的作品。上面这幅是大武汉风光，跟4幅，这是湖北的作品。我们以后也要去武汉。是的，我们也要去武汉。这是草原放牧，这是内蒙。这个是现代的一个剪纸，这是湖南的一个作品。这是女跳水运动员的，这是湖北的作品。丰收曲，这是浙江。浙江的话，属于在几十上百年前，属于打鱼为生，所以他们更多的就是渔业。这幅作品是一代女皇武则天，四圈作品。雕刻的也很细致。这是12生肖中选的6幅。只看他们的脸，感觉有点分认不出来，但是他们剪下面还有他们整个身体的剪纸。这是贵州的作品。这是福建的作品。哦，他把中国所有的少数民族56个民族大团结。哇！
而且你看它里面每一个人物剪出来的效果，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动作，是的，非常的与众不同。活灵活现。这个需要一定的功力、时间、精力才能完成。哦，我看你是汉族。这是上海的作品，这一幅是《草原行庸》，这是内蒙古的一幅作品。这幅是山东嫦娥奔月。这个是商于哇，吉林的作品。这边是石榴，这边则是这个桃花，就是那个荷花。这幅认识吗？林州英行，首先里面肯定有林则徐、左宗棠，还有这是山东，那么肯定是跟北洋水师有关。这位应该是丁汝昌，其他的几位我可能没有太多印象了，一下子脑袋给短路了。好，现在我们去第6展示，这是孔雀舞，这应该是傣族的舞吧？云南，云南，所以它就是傣族。云南不单单只是有傣族，它也是有很多少数民族聚集生活的一个省份。这是山东，这个比较可爱一点。这是闹新春，这个是花，这个好像是汉传吧？是的，闹新春呢，它有很多舞狮啊、鞭炮啊，还有仓花呀。剪纸中再剪纸。是的。这是吴虞抗画，这是辽宁。好，现在我们去第6展示，这是珠海渔女发城中，这是广东的作品。这是阿戏情歌，一听肯定就是少数民族了，云南的作品。这个应该是用树叶当笛子吹。是的。这是北京的作品。这个是荷兰的作品。这是走娘家的一幅作品。这是称赞，广东的作品。这里有淘洗衣服的。这一幅是仙笛悠悠，安徽的作品。这是做针线活的一幅作品。这个针做的好细的。这是泼彩剪纸3幅。这是另外一有特色的剪纸。这是陈。这个是在手工。是的，这是陈庆的作品。这幅是福建。这一幅是云南。渝州唱晚。这2幅是湖北和浙江的作品。这一幅是没有省份，叫庄珠梦蝶。这一幅是快乐的雨若书，四圈。也是少数民族。是的，因为4圈少数民族多。山区花卉，这是山东的作品。看它里面剪的非常的细腻。这是皮影头，我们到时候要去拜访皮影的非物质文化传承人，让他们聊一聊。
感觉这个皮影和我们之前拍的指影差不多。皮影戏和指影戏是有区别的。这是云南的藏书票。这个好像是华夫别日。是的。后羿是女娲造的，上面的是，我想想。好，我们先去看5展示。这是最后一个展示了，这是射月亮。射月亮。这边画。看它这个剪纸就更加与众不同了。这是浙江的作品，这是牧羊女，内蒙古的作品。这是四川和山西的2幅作品。这是庆香港回归湖南的作品。都是50个上。这边是兄妹开荒夫妻十字，北京的作品。好，现在我们进入到第5展示，这是最后一个展示了。春来早，贵州。这是湖南的作品，这是云南的作品，这是湖南的作品，这一幅是湖南的作品。这是音乐谱，这大提琴，像那个象棋，这是画画，这个画，哦，这是那个荔枝红，荔枝甜，这是云南的作品。好，这是踏歌行，这是湖南的作品。七夕，浙江的作品。牛郎织女，上面有谁呀？他的孩子，加他们开始成坟，通过喜鹊来搭的这个搭了什么桥啊？天桥，对不对？还是鹊桥？对，鹊桥，是的。霸王别姬，这是上海的作品。这是辽宁的作品，爱科学。这是山西的作品，耕耘。这是四川的作品，太平有象。这是浙江的作品，叫胡家之。这是最后一幅我们要参观的作品，非常好，寓意也非常不错。午夜兴旺，山西的作品。希望看我们这个视频的朋友，祝你们家庭、事业、工作、生活、婚姻，各行各业各方面都兴旺发达，顺顺利利。好了，这是我们今天参观完秦时交秦老先生的私人博物馆的一个视频。好了，今天我们非常的感谢秦爷爷的热情接待，同时也参观他这座私人博物馆。目前我们看到的这个私人博物馆里面的作品，只是他作品中的非常非常小的一部分，连1%都不到。秦爷爷的一生总共有2万多幅作品，而且里面的作品都是出类拔萃，在市面上你是见不到的。今天非常有幸能够一睹秦爷爷的绝世佳作。
好，今天我们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今天非常能够有幸能见到秦爷爷的私人博物馆。在这座私人博物馆里，除了有秦爷爷的剪纸作品，还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剪纸艺术大师的作品，感叹他们高超的剪纸艺术。好了，今天的视频我们就分享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好，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拜拜。